对渣男有这样一段定义：男性中一类对待异性之间感情不认真、玩弄对方感情的男人。一般意义上，渣男是说极度自私、擅长索取、不负责任、以玩弄别人感情为乐的坏男人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案件，就是一个关于渣男界王者的案件——渣男之王。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经常吃瓜的小伙伴对渣男、海王、时间管理大师这几个词应该都不陌生。每隔一段时间爆出的新闻也时常惊掉大家的眼球。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英国的案件，罪犯绝对可以称得上渣男之王。案子还要从发生在英国威尔特郡的一次跳伞意外说起。维多利亚·克莱尔斯40岁，是一名狂热的跳伞爱好者，有过2600多次跳伞经历。他本人呢还是跳伞教练。就在2015年的4月5日，他同许多跳伞伙伴一起，在英国威尔特郡的1300米的高空中，依次从一架小飞机上跳下。维多利亚作为有数千次跳伞经验的老手，最后一个从机舱中跳出。作为娴熟的跳伞爱好者，在享受短暂的高空景色、急速的下坠刺激后，维多利亚拉动了打开降落伞的手柄，主伞却没有打开。这时他也没有慌乱，按照操作规范，在尝试几次还是没有打开后，维多利亚果断就放弃了，拉动了备用伞的手柄。但惊悚的一幕出现了，备用伞虽然动了，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张开。惊慌失措的维多利亚以极高的速度摔在了地上。正常来说，跳伞在未开伞的情况下，人体下坠的速度能达到150到200公里每小时。打不开伞，维多利亚99.9%活不成了。但万幸的是，维多利亚幸运地成为了那0.01%。主要是因为维多利亚跳伞的操作经验、紧急应变的经验、遇险后心理承受经验都太丰富了。他调整降落姿态，将伤害降到最小。同时备用伞也打开了一些，减缓了一部分坠落的速度。另外，它的坠落点正好是一片刚被犁过的土地，地面非常松软，这才使得维多利亚九死一生，捡回了一条命。不过虽然命是没丢，但对身体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维多利亚骨盆碎裂，多处脊柱损伤，多处肋骨碎裂，一个肺完全的坏掉了。那么维多利亚马上就被送到了医院紧急抢救。如果仅仅是主伞打不开，还是可以解释为意外事故的，但是备份伞同样也出现故障，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。警方和飞行安全机构很快就介入了调查。这一调查不要紧，牵扯出来的人物却让人目瞪口呆。警方首先查看了事发时维多利亚所背的降落伞，主伞绳子绞缠在一起，根本没法打开，而副伞不见了2个连接。警方和专业跳伞教练都认为主伞和副伞同时发生故障可能性基本为0。正常来说，副伞被用上的机会很少，一般半年检修一次。美国厂家的4万副副伞没有一套发生过缺失2根链接的情况。警方调取了维多利亚租借降落伞的监控，意外发现4月4日在跳伞中心，维多利亚租完降落伞之后去了趟厕所，而此时她的丈夫埃米尔曾把降落伞带进了男洗手间。正常情况，降落伞又大又重，正常人想上厕所不会带进去，并且把降落伞带到卫生间的埃米尔在里面待了有5分钟的时间才出来。这个丈夫埃米尔存在着对降落伞破坏的可能。与此同时，重伤的维多利亚也醒了过来。警方先是询问了她当时跳伞的情况。维多利亚说，4月4日这天，丈夫埃米尔陪自己前往跳伞，租来跳伞设备后由于当天天气不适合跳，所以计划就推迟到了第2天。正常如果当天不跳了的话，应该把这个跳伞设备送还给租赁的公司。丈夫埃米尔却坚持由自己来保管说我放在储物箱里就可以了。之后第2天跳伞就出了问题。警方紧接着问，你认为你的丈夫会伤害你吗？略有迟疑的维多利亚想起了就在上个月发生的一次意外，缓缓地说，我的丈夫有可能害我。原来就在跳伞的1周前，3月29日，丈夫埃米尔开车去了部队，妻子维多利亚带着2个孩子在家，一个3岁，一个刚出生不久。埃米尔在部队服役，他告诉妻子要提前返回兵营，怕星期一早上堵车。独自带孩子的维多利亚在晚上睡前闻到了很大的煤气味，当时就报了警。一名工程师随即上门检测，结果发现是一个接头的螺母松了。警方越听越不对劲儿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警方就去检查了维多利亚
亚家的煤气管道，赫然发现那个煤气3通接头上有非常明显的新鲜擦痕，像是被人不久之前才用力拧过的。正常专业的维修人员都是带着型号相同的工具，是不会造成这种擦痕的。随后在对现场的搜查中，警方找到了一把钳子，钳子的张口尺寸和3通接头上的擦痕非常接近，也就是说，这很有可能是丈夫在离家前动的手脚。维多利亚确实对丈夫有了一些疑心，但仅仅在猜测她的丈夫对婚姻不忠，有别的女人。丈夫埃米尔电话经常占线，家里车上也经常有来历不明的安全套，家里的钱经常不翼而飞。丈夫手机里陌生女人的短信语气非常暧昧。深爱丈夫的维多利亚一天天失去了信心。早在2014年的12月，维多利亚偷偷将丈夫的名字从遗嘱上划掉了，换成了2个孩子。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埃米尔做的手脚呢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随着警方深入调查，一个渣男界的王者也浮出了水面。不得不说，世界上就是存在着一种人他们生来就知道如何释放魅力，如何勾搭放电，这就像一种特异功能，绝大多数异性都无法抗拒而迅速沦陷。埃米尔就是这种人。埃米尔·希里尔斯和他的父母以及弟弟妹妹在南非长大，年轻时是跟随爸爸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。很小的时候，埃米尔就表现出来渣男方向过人的天赋。在他16岁的时候感情经历就十分丰富。尼古林是埃米尔的第1任妻子，13岁时就认识了埃米尔，16岁怀上了他的孩子。这时的埃米尔只有19岁，他就用奶奶的戒指向尼古林求了婚，两人便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。埃米尔与这个第1任妻子尼古林育有2个孩子。可就在2000年，埃米尔不告而别，抛下了南非的妻子和孩子，独自来到了英国伦敦。生性风流的他起初在一家酒吧工作，借着酒吧环境结识了许多美女辣妹同时多名女性交往。随后他与一名叫做凯莉的女人再一次结婚了。这之后他又跑去参军，加入了英国陆军。因为太花心，情人无数，第2段婚姻也草草收场。不过2人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2011年，维多利亚与埃米尔相识了。在这之前维多利亚也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非常渴望爱情。在结识埃米尔后因为他总是西装革履，干干净净，派头十足，再加上当过军人，一下就吸引了维多利亚。在埃米尔猛烈的爱情攻势下，两人走到了一起。与维多利亚结婚后，两人生下了2个孩子。当然，埃米尔依旧频频出轨，情人对象就包括前妻凯莉。他还时常用约会软件寻觅一夜情，游走在这么多女人之间，应该很忙才对。不过，堪称时间管理大师的埃米尔，偶尔还有时间会花钱为爱鼓掌。维多利亚对这些事一点都不知道，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埃米尔过着双面人的生活，在维多利亚眼中，他是好爸爸、好丈夫，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另一副面孔有多阴暗可怕。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，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更离不开照顾。于是埃米尔利用这些机会见缝插针跑出去约会情人。这还不算，他通过约会软件认识了一个奥地利女孩史蒂芬妮。埃米尔告诉史蒂芬妮，自己之所以出轨都是妻子维多利亚的错。他们的第2个孩子是维多利亚跟外面的男人生的。夸张的是，他竟然伪造了一份亲子鉴定来证实自己所言不虚，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和妻子离婚了。史蒂芬妮呢，听到这种说法，也就没有觉得自己是擦足别人的感情，反而很心疼埃米尔。你说这埃米尔厉害不？可真相呢，是维多利亚从未出轨，她任劳任怨地照顾着整个家庭。殊不知，埃米尔背后搞臭了她的名声。为了满足在外面风流的高额花销，埃米尔向同事朋友借钱，还借了高利贷不少的钱，甚至偶尔还偷家里的钱。有一次，他从维多利亚银行划走了数千英镑，向银行谎称是黑客做的。然而，银行查到的 IP 地址就是埃米尔个人的电脑。眼瞅着债务越来越多，没能力偿还的埃米尔不想回归家庭，就动了邪念，害死妻子，骗取意外死亡的巨额保险金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埃米尔为妻子维多利亚买了12万英镑的保险，受益人为自己。最过分的是，他制造跳伞事故发生后，埃米尔在重症监控室陪着41岁的维多利亚，
他没有想着照顾妻子，而是一直算计着我怎么填写这个重伤保险的表格。维多利亚告诉警方，他甚至在这之后都没有说过爱我，他就在那里计算着我有多少处骨折，因为保险公司会为每处骨折提供1000英镑的费用。这已经不是渣男可以形容了，可以说渣的毫无人性。就这样，警方逮捕了埃米尔，并在埃米尔的社交软件中发现，在护理妻子期间，他还在给情人史蒂芬妮发暧昧短信。本来呢，他打的如意算盘是骗保加妻子的遗产。然而埃米尔有所不知，妻子早已察觉他出轨和欠债，于是私底下修改了遗嘱，财产一律归2个孩子所有。2018年的5月，英国法院最终判决埃米尔蓄意谋杀罪名成立，终身监禁，至少服刑18年。维多利亚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真相，试图与埃米尔离婚，却屡遭拒绝。后者恬不知耻地希望他守候自己，继续维持这段婚姻。埃米尔挺离谱的，你要害死自己的妻子，并因此入狱，然后还希望妻子等监狱里的自己，这简直太可笑了。维多利亚说，他拒绝放我走，不给我开启新生活的机会，我的姓氏依旧是他的，我感觉生活停滞不前。因睹物思人，维多利亚将家里能丢能卖的东西都处理了。今年媒体爆料，维多利亚目前与一名英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甜蜜的交往中，看来他已从苦海中解脱了出来。那渣男之王埃米尔，这期视频也就是到这里了。埃米尔魅力十足，游走在各个女人之间，从未考虑过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和义务，最后法律也给了他应有的惩罚。当然，这绝对属于极端案例，爱情还是很美好的，面对它，我们还应该满怀期待，但也要做好防范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